刺眼闪亮的阳光透过那老旧铝窗，就像是一把燃烧着火焰的利剑，瞬间劈开了102教室原本那份闷热、充满霉味的平静。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从柏油路面渗透出来带着潮湿水汽的窒息热浪，还有一股淡淡的却异常浓烈的铁锈味气息。这种气味对于伊大的新生来说并不陌生，那是鲜血的味道。阙恒远的大脑像是被狠狠地抽了一巴掌，大脑一瞬间陷入了空白。阙恒远站在窗边，瞳孔收缩，表情凝固，在一个极度惊恐与震撼的状态下，微张着嘴，眉头紧皱。阳光强烈到让窗外的空气产生了细微的扭曲，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梦魇正在向他招手。他的视线死死地盯着下方操场翠绿的草坪。远处的校门口，接驳车撞击在景观石柱上，凹陷的车头冒出淡淡白烟，远景显得模糊而荒诞。而在这辆冒烟的车旁，翠绿的草坪上，阙恒远终于看清了，两个人影正在疯狂地纠缠扑倒。一名穿着撕裂西装、动作极其不自然的司机，正狰狞地扑咬在最后面的一名学生身上。学生的浅蓝色与白色校服已经被大量鲜红色的血迹瞬间染红，鲜血绽放在草皮上，红的比凤凰木还要刺眼。那个学生的惨叫声真实到让人毛骨悚然，像是一记记重堆敲在阙恒远的心脏上。阙恒远颤抖的手紧握着手机，荧幕在他的手中疯狂地震动，可以清晰地看到荧幕上正闪烁求救讯息，那些模糊的求救文字此时正写住：恒远救命，有人在吃人，是真的在吃人。伊凝雪的求救讯息与窗外的血腥景象像是一张巨大的网，将阙恒远的灵魂完全网住，窒息感让他觉得胸口像是压着一块巨石。那是在干嘛？整人节目吗？演戏吧？教室里有人颤声问道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自我安慰，但没有人动弹，连讲台上的老教授也停下了讲述，疑惑地扶了扶眼镜往窗外望去，黑板上的粉笔悬在半空中。不是演戏，那是真的。坐在窗边另一侧的女同学风若薇脸色惨白，手捂着嘴巴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阙恒远，你也看见了吧？阙恒远没有回答，他自己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他感觉到自己身上那件白色短袖 T 恤因为汗水而紧贴在背部上的不自在感，在这一刻被放大了无数倍。而头上的汗水正从他的额头滑落，流进了眼睛里，带来一阵刺痛感，但他顾不得去擦拭。走廊那头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与惊恐的尖叫声。老教授手中的粉笔啪的一声断成两截，他颤抖着手指着门口的助教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，一样都发不出声音。那名平日里总是带着温柔微笑的助教司徒雅，此刻半边脸沾满了暗红色的鲜血，眼球向上翻白，喉咙里发出像是有沙粒摩擦的低吼声：救救我！缩在讲台桌子底下的男同学发出一声微弱的带着哭腔的哀求，但这声哀求却像是点燃炸药的火星。司徒雅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如同湿润砂石摩擦的低吼，猛地张开那张沾满了暗红色肉屑的嘴，朝着男同学的肩膀狠狠扑了过去，咬了下去。救命！惨叫声瞬间炸裂，像是利刃一般划破了102教室里最后一丝理智的假象。男同学惨叫着试图推开他，鲜血瞬间喷溅开来。快跑！真的有人在咬人！教室瞬间炸开了锅，原本安静听课的新生们惊恐地四处逃窜。阙恒远看着混乱的现场，心跳快的要彷佛撞破胸腔。阙恒远知道，如果现在不动，下一个死的绝对就是自己。他抄起雨伞，使出全身力气将助教扑倒在讲台上，利用雨伞伞尖没入了助教的胸口，将助教狠狠撞在墙上。司徒雅的身体以一种诡异的角度扭曲住，双手死死地抓着阙恒远横在胸前的伞柄，指甲因为过度用力而翻开，在金属杆上刺出令人牙酸的刮擦声。阙恒远，小心！坐在前排的纪子昂尖叫着，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变得尖锐且沙哑。纪子昂的身体缩在阶梯座位的夹缝中，双手死死地抓着背包，却连站起来逃跑的力气都没有。干！
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坐在阙恒远身旁的季子昂发出了一声崩溃的怒吼。此时的季子昂眼睛歪在一旁，镜片上还见到了一滴暗红色的液体，那是刚才司徒雅扑咬另一名同学时喷溅出来的。季子昂双手死死抓着书包挡在胸前，整个人抖得像是筛糠。季子昂，别叫，快给我站起来！阙恒远咬着牙低吼，声音因为恐惧而显得有些沙哑。阙恒远咬紧牙关，全身的肌肉因为过度紧绷而隐隐作痛。阙恒远可以感觉到汗水正顺着鬓角汇聚，最后汇成一颗硕大的汗珠，精准地滴进了阙恒远的左眼。刺痛感让阙恒远瞬间眯起了眼睛，但阙恒远根本不敢松手。这不是在演戏。阙恒远近距离地看着司徒雅的脸，那张曾经清秀的脸庞现在只剩下灰白的眼球，以及那张张的大到不可思议、挂着碎肉与粘稠唾液的嘴。对不起，阙恒远低声吼道。这句道歉不知道是说给司徒雅听，还是说给自己听。就在司徒雅跃起扑向他的瞬间，阙恒远将长柄雨伞像长矛一样狠狠地向前一送，伞尖精准地抵住了司徒雅的胸口，巨大的冲击力让阙恒远的虎口一阵发麻，甚至能感觉到雨伞伞尖没入肉体的阻力，那重扑哧一声，像是捅进一块腐烂皮革的声音，让阙恒远胃部一阵翻涌。司徒雅被这股冲力撞得向后退去，后背重重地砸在讲台后的黑板上。老教授留下的解剖图粉笔字迹被鲜血瞬间抹除。快走，走后门去！阙恒远回过头对着吓傻的同学们大喊。此时被撞在墙上的司徒雅竟然又缓缓站了起来，司徒雅的胸口插着那把断掉一半的雨伞，却似乎感觉不到任何痛苦，灰白的眼睛死死盯着阙恒远，喉咙里的嘶鸣声越来越大。阙恒远转身再将雨伞的伞尖死死抵住司徒雅的胸口，将司徒雅狠狠地撞向讲台旁的铝制窗框。讲台上的笔记型电脑被撞翻在地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，荧幕闪烁了几下后彻底熄灭，让教室后方的光线显得更加昏暗。砰！又是一声沉闷的撞击，司徒雅的后脑勺重重地砸在玻璃窗上，玻璃裂开了密集的蜘蛛网状，随后彻底崩碎。在这股惯性的冲击下，司徒雅的身体像是断了线的木偶，整个人翻出了4楼的窗户。阙恒远撑在窗台上，剧烈地喘息着。阙恒远看着自己的手心里全是滑腻的汗水，那把原本黑色的雨伞伞尖现在沾染了一层洗不掉的暗红色。大家都快跑啊！还愣着干嘛？阙恒远转过头，对着教室里那群已经吓傻的同学大喊。阙恒远的声音在死寂的教室里回荡。风若微人正瘫坐在地上，他那浅蓝色长裙被地上的鲜血染黑了一大块。风若微的眼神涣散，只是不断的摇头低喃：怎么会这样？刚才明明还在上课。教授呢？教授快救命啊！而那位老教授此刻正躲在讲台的讲稿桌下，身体颤抖得比学生还要厉害，手中的老花眼镜掉在地上，被疯狂逃窜的学生一脚踩碎。风若微，起来！阙恒远冲过去，一把拽住风若微的胳膊，粗鲁地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。阙恒远的力道很大，大到在风若微白皙的皮肤上留下了一圈红印，但现在谁也顾不得这些细节。阙恒远，救我！我腿软了，走不动。季子昂带着哭腔向阙恒远伸出手。阙恒远快步走过去，一把抓起季子昂的胳膊，粗鲁地将季子昂拉了起来。没时间发呆了，走廊那边有更多这种怪物，我们的区要学戏馆。阙恒远重新拿起手机，荧幕上显示着10点32分。五重奏群组里，一条新的语音讯息跳了出来，是千木语。千木语的语音只有6秒，背景全是尖锐的防空警报声与学生的哭喊。恒远，我跟应兰在福利社被围住了，外面的人跑得很快，不要走中庭，千万不要走中庭。岳应兰随后传来一张模糊的照片，照片里是福利社的玻璃门，门外有无数双血淋淋的手在拍打。阙恒远感觉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捏住。岳清河没回讯息，伊宁雪的求救声还在脑海中回荡，而现在千木雨和岳应兰也陷入了危机。这9月台中的阳光明明这么刺眼，
阙恒远却觉得浑身发冷。走，都跟紧我！阙恒远对着季子昂和刚回过神来的风若微说道。阙恒远推开了教室那扇厚重的逃生门，走廊上的空气比教室里更闷更热，那是种混合了汗臭、血腥与某种烧焦塑料味的怪异气息。走廊顶端的日光灯正神经质地闪烁着，发出滋的电流声，在空旷的走廊上显得格外诡异。阙恒远跨步而出，脚底板踩在瓷砖上，发出轻微的粘着声，那是还没前头的血。在前方不远处，自动贩卖机依旧敬业地发出幽蓝的光芒，那蓝光照在地上的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上。那是平时在校园里总爱大声喧哗的学长，现在只剩下破碎的校服与裸露的白骨。阙恒远感觉到自己的腿在发抖，但握着雨伞的手却出奇的稳。阙恒远，我们真的要去药学系馆吗？季子昂躲在阙恒远身后，声音颤抖的几乎听不见。岳清河和伊宁雪都在那边，我不能丢下他们。阙恒远盯着走廊尽头的阴影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痛苦与决绝。就在这时，阙恒远口袋里的手机再次剧烈震动，阙恒远颤抖着手拿出来，荧幕上的光芒在阴暗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刺眼。岳清河传来了一条语音讯息，阙恒远颤抖着点开，扩音器里传出的不是往日那甜美的笑声，而是急促到快要断气的呼吸声，背后伴随着玻璃破碎的巨响与无数人的惨叫。恒远，你在哪里？救我！药学大楼的后门锁住了，好多人在撞门。恒远！语音讯息在最后一声凄厉的尖叫中中断。阙恒远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要炸开一样，那声恒远听起来是那么无助，那么绝望。清河！阙恒远狠狠地咬了一下舌头，利用剧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跟紧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放手。阙恒远跨过地上的血泊，正式踏入了这条被鲜血染红的象牙塔长廊。走廊两侧的教室门大多紧闭着，里面隐约传来沉闷的敲击声。阙恒远知道，那些门后可能躲住的是幸存者，或者是正在进食的怪物。走廊墙壁上贴住的114学年度新生杯篮球赛海报被撕掉了一半，垂落在半空中，随着空调残余的微弱风力轻轻晃动，像是一面惨白的招魂幡。空气中的湿度似乎又升高了，每一口呼吸都像是吞下了温热的铁锈。阙恒远感觉汗水顺着背部滑进了内裤的松紧带，那重失年的不适感在生死关头竟然显得如此鲜明且讽刺。那是谁？风若微突然发出一声低呼，手指颤抖地指向前方实验室的门口。一个穿着白袍的身影正背对着他们，跪在地上，肩膀不自然地起伏着。那动作看起来像是在低头翻找着什么，伴随着令人牙酸的滋溜滋溜声，像是有人在用力吮吸着浓稠的果汁。阙恒远的瞳孔骤然紧缩，那个白袍身影的脚边露出一双穿着粉红色运动鞋的小脚，那是药学系的学生。阙恒远感觉到胃部一阵剧烈收缩。阙恒远认识那双鞋，那是岳映兰昨天才在群组里炫耀的新鞋。映兰，不会的，阙恒远在心底疯狂的否定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白袍身影缓缓转过头来，那是一张被撕掉了一半脸皮的脸，露出白森森的牙床与跳动的肌肉组织。这名曾经的医学系学长，此刻嘴里正叼着一截还在抽搐的肠子。哦啊！丧尸发出一声亢奋的嘶吼，丢下手中的残骸，四肢着地的朝着阙恒远冲了过来。驼的速度极快，在瓷砖地板上留下了一连串带血的脚印。跑！阙恒远大吼一声，自己却没有转身逃跑，而是猛地向前跨出一大步。阙恒远知道，如果他不挡住这个怪物，身后的季子昂和风若微必死无疑。阙恒远侧身躲过丧尸的第一次扑击，雨伞伞柄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，重重的击打在丧尸的腰侧。砰！丧尸被击飞，撞在墙上的自动贩卖机上。贩卖机内的铝罐饮料因为剧烈震动而哐啷一声滚落到取物口，在这血腥的走廊上发出一种荒谬的日常感。丧尸迅速翻身爬起，脸上的肌肉因为愤怒而剧烈抽动。阙恒远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，
体温在极度紧绷下攀升到了极限，胸口像是被火烧一样。来啊！我干你娘脸！阙恒远爆出了这辈子第一句粗口，这句充满怒火的咒骂，庞父给了他某种原始的力量。他再次握紧雨伞，在那具丧尸第二次扑上来之前，眼中闪过一丝与他平日温和性格完全不符的狠厉。